在台湾，吴磊和赵露思的热播《灿烂星辰》占据了11月热聊的第1名。2014年夏天，吴磊、赵露思的《星辰明月出海》成为电视观众的惊喜。该节目在台湾播出，登上了最热门的聊天页面。这部剧自首播以来一直稳居前10，尽管是一匹名不见经传的黑马。该节目的受欢迎程度是由于其2位顶级演员的合作。哪里可以看这部剧？群像场景让每个角色的形象和个性都得到了清晰的描绘。每个角色都有几句台词，但他们的角色非常重要且引人注目。额外的2个雄性也被恰当的选择了，他们为戏剧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。他们的服装非常古老，他们都非常好看，并且符合他们角色的基本想法。不是帅哥的人，还是蛮帅的。此外，所有的女性角色都很有吸引力。其中最吸引人的是程的妈妈。男女主角选的都很好。有人抱怨男性角色没有明确的特征或良好的外表，而其他人则抱怨女性角色看起来不够吸引人。人们还抱怨线条不适合任何一种性别。有人说男主很瘦，身材走样。也有不少人说他要忍受10多年的屈辱，不爱打架，找不到地方报仇。他讨厌胖子，认为他们不健康的身体是个问题。地牢昏暗的灯光显示出他是多么厌恶和鄙视他们。面对刺眼的光线，吴磊意识到自己已经从男孩变成了男人。之前看过《长歌行》，虽然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，但我认为他还是个少年。吴磊最近最精彩的打斗戏是阿诗月隼和小可汗的对决，没有花哨的动作，只有强大的干净战斗，而这些事件在星光灿烂中可以看到。永王彭坤做灵异的保护神，小月侯上当受骗，这些时刻对公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20出头的无名少女，她是一位具有出色演技的武术家和作家。她的职业形象得到了改善，这要归功于她能够从愤怒的时刻走向无情，从失望到面无表情，从愤怒到茫然的空虚。她的事业飞跃是从灵异的疯狂到母亲和姐姐重逢的转变。第一次碰撞时他18岁，第2次碰撞时他22岁。他站在妈妈和姐姐和好的身旁，但脸上依旧没有表情。然而他看着他们互动，眼中充满了嫉妒和苦涩。打完那场比赛后，他通过学习线条、身高、外貌、身材、演技和专业精神，不断提高专业水平。后来他开始进步，多亏了骑马、3骑马、3个角度看、专业、马术、习2本书，一次又一次地处理母女团聚。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因为他已经22岁了，未来是光明的。我觉得如果把赵露思换成一朵小白花，而不是一朵漂亮的，就很好看。究其原因，无名男主该剧相比小说更注重男女主角的感情发展。剧中的场景集中在他们的感情如何从一见钟情发展到深爱。当程爱不理不理的时候，每次他们相遇时，他都能从他的眼中看到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他每次见面时的震惊和困惑的表情来追踪他。与楼瑶、原深交往时，秀池并不觉得尴尬，他甚至不抗拒与林不离的身体接触。但是他拒绝与不起灵和另外2个人发生身体接触。和哥哥相处的时候，秀池自然享受着安逸舒适的关系。这部剧不只是简单的古代木偶戏，这部剧的编剧有目的地思考剧情，这从人物和台词的整体深度中很容易看出。此外，团队很棒，因为这不是一部仅供娱乐的肤浅剧。从整体上看，该团队的广泛研究大放异彩，最终结果反映了人们在家庭和爱情问题上所面临的深厚关系，以及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冲突。不管节目质量如何，观众都会称赞或谴责。男女主都缺乏天赋，演员包含节目的泥泞居民。我期待我的节目《星光灿烂》于11月在台湾播出时会取得好成绩。吴磊、赵露思，星韩精彩上线 Netflix。网友，我还没出来。今年夏天将播出3部热门古木偶剧，分别是《星辰明月出海》、《沉香似沉香》、《苍兰诀》。这3部古代木偶剧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，也得到了众多专业影评人的评价。3部剧都算不上完美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，但总体来说，3部剧都算是好剧。沉香如沉香，苍兰诀已陆续登陆 Netflix 平台。
对于很多电视剧来说，能够在 Netflix 上播出，是对剧集本身的认可，也是对其热度的肯定。作为一部现象级的好剧，《星汉之明月出海》能登陆 Netflix 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凌不多和程少商的真挚感情感动了很多网友，两人的角色足够立体，两位演员的演技也足够出彩。对角色的充分把握，让吴磊和赵露思扮演了凌不多和程少商。程少商前后的人设对比，让不少网友心疼。自星辰大海完结以来，很多网友还没有从结局中走出来。虽然锦绣之星的结局是他，但仍有不少网友心痛。今年夏天热播的3部古偶剧，最后都给了观众一刀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后古代傀儡的趋势。韩星海明月的开播，是国产影视优秀作品的输出。这3部热播的古代虐偶剧都将在海外传播，为海外观众赢得更多的泪水。你看过星韩明月出海吗？在评论部分分享你的想法，重温星汉，妙趣横生。肖主任回到家后，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被遗弃了，没有一丝敬畏感。萧元义出身名门，嫁给了程氏二婚。程将军虽然是个粗人，但他绝对爱自己的妻子，愿意为自己的妻子与自己的母亲抗争。萧元义程氏夫妇战10余年，从家乡归来，程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萧元义买零食。如果说是任性的话，那萧元义就不止这些了。萧元义觉得初婚不顺心，就娶了老公的妃子，离婚了。妃子也是钱婆婆的远房亲戚，钱婆婆不乐意她带走妃子，直接让妃子吩咐他们逼良为妃。妃子曾说过，萧元仪若是男人，就一定要嫁给他。萧元仪虽然出身名门，但她的家世早已沦陷。她答应嫁给程实，只是因为程实答应她帮她振兴家业。随着星韩精彩故事的展开，程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。事实上，这一切都与萧元义的计划密不可分，而程家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。程氏参军后，程家也逐渐好转。萧元仪亲眼目睹了自己家族的衰败，也亲眼见证了程家的壮大。这段经历不仅艰难危险，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敌意，学会了判断形势。萧元仪一脸嚣张，其实却是小心翼翼。其实不管是谁，当他看到失散10多年的女儿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女儿不仅会装病，还会去家里露馅屋顶，他们应该都觉得这孩子没用。萧元义和程少商10几年没见，两人注定没有任何关系。一方面，他爱他的女儿。原著中，他在战场上节衣缩食，还寄了很多钱回家。他当然希望女儿过上好日子。后来，他回家看到女儿的手段后，觉得女儿受到了葛氏的影响，已经很固执了。他怕惹麻烦，怕犯程家弥补不了的错误。冰湖的3份婚约都出自名门世家，但校主任其实不为所动。他觉得莹莹嫁的低贱，就算给自己找麻烦，也能给她一个底线。但嫁入豪门就不一样了，从两家的恩怨到丢掉程家所有人的性命。萧元一是个很理性的人，他不会做的事他不会做，他不会宠着孩子，他会宠着他们。他在军队里习惯了，他通常教他的儿子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叫这种东西，他没有经验。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嫁对了人家，他知道豪门的家暴是多么的肮脏。原著中说，萧元一少有的家暴经历来自于第一次婚姻。韩星璀璨的小姑娘们大多都是霸气十足，既嚣张又才华横溢，但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的家人。跟他们比起来，程家绝对是个小家族。这座京城里有很多像程府这样的小官员，这并不稀奇。程家没有任性的资本，所以萧元仪不能让女儿太嚣张霸道。萧元仪没有机会看到瑶瑶好的一面，但她的麻烦事却经常知道。程实和萧元仪不同，他很疼爱自己的女儿。不过就算他爱他的女儿，他也不觉得萧元一的教育方式有什么问题。皇上向卷毛和凌不度指出婚事后，两口子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女婿有多好，而是担心自己的女儿婚后会出事。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。萧导最被诟病的就是他对撒娇和冰湖的态度，他对待这个侄女比卷发更好。不过
不可否认，恰恰更省心，更信任恰恰。他从不担心结婚后会发生什么，他甚至以为自己婚后最多只能受苦，但他绝对不会惹事。肖主任的担心源于程家卑微的无奈。